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在物资堆的最下面发现了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枚青铜指环。蛮牛指环，特殊物品，佩戴后长度提升20%，耐久提升50%，体力提升100%，让你重振雄性雄风。附带技能野蛮冲撞，蛮牛之力，相威猛冲，翻江倒海棍，翻云覆雨手。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玩意居然价值10点积分。这东西怎么这么值钱？难道有什么隐藏功能？检查了一会，我终于发现，原来这枚指环竟然是一枚被符文强化过的指环。我将那一堆东西兑换成了积分，我的积分总数暴涨到了1003分。随后，我派自走机械尝试去拆解查尔斯留下的前无畏战舰，可是战舰仍然像是最开始遇到的那艘炮艇一样，根本无法拆解，就连里面的物资也无法搬走。这些家伙还做得真绝。我叹气摇了摇头，让小爱同学将这艘船击沉，2发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击中了战舰的水线下隔舱，其中一枚直接打断了龙骨，巨大的前无畏战舰断成了2截，随后化作万千粒子消失不见，河面变得空荡荡的，连一个木板都没留下。看来只有干掉玩家才能获得宝箱。我将蛮牛指环扔给了小爱同学，把这个留影存档，尤其是上面的符文都要记录下来，然后给莉莉丝送过去，看看能不能破解出来。如果能够解析出符文的秘密，我们就赚大了。指挥官，我这些符文我见过。什么？你见过？在哪里看到过？稍等，看着眼前一条条飘过的代码，我感觉这个场景异常的眼熟。这些所谓的符文，我全都在虚数和心中见过。另外，在世界的背面，我也见过相同的代码，暂时还无法论证功能是否一致。但是根据已有的信息来推断，这些所谓的符文很有可能就是虚数核心的底层代码。原来是这样。我想通了这一关节，随后立刻拿着蛮牛指环进入了莉莉丝的实验室。我刚一打开大门，把飞天汽油动力锯就擦着我的脑袋插到了门框上。你又来干嘛？我已经很忙了，不要再过来给我添乱了呀！这次不一样，这一次是有重大发现。我将指环递到了莉莉丝的面前。果然你还没有放弃这种想法，变态！怎么就变态了？你好好看看上面的符文。这是虚数代码，它们被铭刻在了物品上，然后让物品含有了虚数代码所代表的能力。没错，所以我想要弄清楚虚数代码或者称呼为符文到底怎么具现到现实当中，是普通的铭刻还是需要什么特殊的材料，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如果我们能将代码具现到现实之中，那么一切都将不再是问题。这确实是一件大事，我试试看吧，不过周期可能会比较长，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明白。发现低空炮弹，已开始自主拦截。伴随着呼啸声，2发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激射而出。发生了什么事？我连忙跑向了指挥室，发现了2发炮射炮弹，已经被导弹拦截。小爱同学回放着录像，在100公里开外，3艘巨大的战舰在地图上缓缓航行着，为首的一艘巨大的无畏舰，目测排水量至少2万吨起。巨大的300毫米口径的主炮冒着缕缕青烟，最引人注目的是，主炮的炮口上一道道金色的符文闪闪发亮。因为对方在地图监控范围之外，所以并未发现。当对方驶入地图范围内后，已经开始了炮击，所以没能提前预警。这都是小事，有办法干掉这家伙吗？尝试第一套打击方式。小爱同学启动了 MK41垂直发射系统，2发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向着巨大的无畏舰射了过去。一眨眼的功夫，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就射到了无畏舰的身前，眼看着就要击中。就在这时，无畏舰的船头一座船首像发出了银色的光芒，船首像是一个美人鱼，通体由银色的金属制成，那银色的光芒瞬间就将整艘船笼罩了起来。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刚刚击中银色光芒区域，就发生了爆炸，变成了2团巨大的火球。然而被银色光芒笼罩的无畏舰却安然无恙，巨大的战舰没有丝毫动摇，继续以匀速向着我所在的方向驶。同时，巨大主炮上的金色符文再次闪亮起来，似乎要进行2次打击。第一次打击受阻，是否进行第2轮打击？不，改变目标，先干掉旁边那2个家伙。明白。小爱同学发射了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向着跟在后面的2艘铁甲舰射击。这一次应该没问题了吧？然而这2艘铁甲舰一艘忽然急速向前冲刺了10公里，与其说是冲刺，不如说是近乎瞬移，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10公里之外。而另一艘铁甲舰虽然被击中了，破了2个直径5米的大洞，但是那大洞的边缘好像是长出了一些肉芽一样的东西，不断的向着缺口蔓延。那个大洞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着，居然硬生生的将一艘要沉没的铁甲舰抢救了回来。我见状，
连忙将2艘铁甲舰放大。第1艘铁甲舰的风帆，第2艘铁甲舰的船体上都铭刻着金色的符文。没想到这3艘来袭的舰船居然都有符文装备。此时，最开始的那艘无畏舰已经重新锁定了我。主炮上金色的符文亮度达到最高，一颗炮弹划过将近100公里的距离，向着我的方向砸了过来。一发锆石导弹击中炮弹，在空中绽放出一朵绚丽的烟花。硬拼不了，暂时先躲避一下。我见状，立刻将车子倒退了一段距离，拐入了一个转弯，确认避开了那3艘船的视线之后，便开入了河道之中。我的车子早就有潜水功能，期间还进行过一次升级。将车子潜入河中之后，我开始以潜航速度向着最前面那艘铁甲舰逼近。既然导弹无法击中，那就试试接舷战，直接跳帮上去，废了他的速度优势，看看他还有什么别的招数。至于空中，则留下 RQ-180随时监控动态。舰长，根据瞭望手报告，失去了目标踪迹，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任务是干掉那个该死的查尔斯，一个敌对的玩家，暂时不用去理会，让闪电号继续向前探索，寻找查尔斯的踪迹。明白。那艘瞬移前冲10公里的铁甲舰扬起风帆，加速向前赶去。看到那艘铁甲舰加速向着这边赶来，我心中一动，有了主意。我将几颗一直当作航空炸弹的水雷拿了出来，在水中按照对方的吃水线设好了定身，放置在了对方的必经航道上，而我自己则静静地悬浮在水中，安静地等待着。